我们要前往擎天厅，要来山外车站集合。来这里报到，服务中心这里报到。报到完毕后，他会给你一个参观证，靠这个参观证才可以上车。他说到金云的时候还要再检查一次。我们要去擎天厅，现在擎天厅准备上车。边都可以啊！哈，两边都可以上车，两台。谢谢，送给你。是不一定送给你。我都知道你做大。像三代军车一样。如果已经有做那个，只要把它调整。擎天厅是位于金门县金湖镇山外里太武山山腹的人工地下花岗石岩洞，为中华民国国军金门防卫指挥部经防部所属设施。擎天厅位于太武山腹，长60公尺，宽18公尺，高11公尺，是可容纳上千人的宽敞大厅。当时是在山壁上凿洞，埋入炸药，然后以人工开挖而成。壁上可见开凿痕迹与岩石纹理，壮观景色浑然天成。擎天厅与其他坑道相连，曾作为医护收容所，也是作战中枢。战时金门几乎将所有防御设施、作战据点地下化，再以地下坑道连结，配合军事需求，创造出各种空间，而其延伸广度几乎可达本岛各地，成为庞大的地下网络，素有地下金门之称。位于太武山内，为一座长约50公尺、宽约18公尺、高约11公尺的大型礼堂，由驻军以炸药、简易机械工具及双手于民国52年开凿完成。宽广大厅却无一根梁柱支撑，工程雄伟壮观，为中外闻名的地下工事。先总统蒋公参观后，有感于此工程浩大，特于厅内的岩壁上亲笔命名擎天厅，旨在勉励国军人定胜天的哲理。擎天厅的鬼斧神工展现出十足的力与美，往往令看过的人赞叹不已，留下深刻的印象。根据经防部解说，擎天厅是以蒋中正的指示，要于1962年11月2日动工开建。负责开凿任务的将领是当时担任陆军69师师长的袁子俊将军，命令工兵营第2连代理连长任孔子负责计划设计开凿，加上清除人员先后1000余人，采3班制，不分昼夜的赶工，以炸药、简易机械工具及双手开凿，于1963年7月竣工，完成一长80公尺以上、宽50公尺以上、高12公尺以上，可容纳1000余人的大厅，前后费时不到1年。当时提供工程技术指导的人是时任国立成功大学工学院长的罗云平教授。罗云平后来曾任成功大学校长及教育部部长。内设有755个座位。根据军中传说与前辈说法，据称是当年开凿擎天厅时，由于皆是徒手与炸药等克难状态下开凿，时有意外造成死伤发生。755就是代表开凿过程中丧生的先烈数，但该说法乃不属实。完工之后，蒋中正总统在岩壁题字，命名为擎天厅，即以勉励官兵弟兄人定胜天。擎天就是托天或举天的意思，比喻本领很大。擎天厅与其他坑道相连，战时成为作战中枢，也曾作为伤患收容所，后来则转作官兵休闲娱乐场所，可欣赏劳军表演或播放电影。擎天厅是用炸药和简单的机械工具开凿而成，宽广高大的厅堂不见任何一根梁柱支撑，显得格外雄伟壮观。花岗石的岩壁密度比一般大理石大上3倍，石壁球盘的纹理尖尖棱棱，
显示出巧夺天工的气势。钻凿的斧痕凹凹凸凸，记录了军士们的艰苦卓绝。岩壁外围用白色的花格砖筑成墙垣，避免锐石伤人，却也因此吸纳了洞中的回音，一举两得。擎天厅位于军事管制区内，无法自由参观。金门县政府、金门国家公园与经防部协调，2008年以纪念823炮战50周年，2009年以纪念古宁头战役60周年，2010年以纪念大二胆岛战役60周年等名义，办理观光81县战地秘境旅游。游客需于1周前向县府交通观光局办理登记，于指定时间至山外车站搭乘专车接驳进管制区参观。只有周2、周4开放给本国民众，需事先预约。进入时验身份证。个人受理申请方式：一、预定参访者请于参访日7日以前提出申请，报名完成，含例假日、国定假日等均列记在内。上班时间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3点30分到17点30分。以电子邮件或亲送申请表至县府之受理窗口，或以电话申请，由县府人员代填写申请表。2、个人以电子邮件申请者，请于当日电话联络受理窗口确认收件，以免遗漏。3、请于申请表内填写确实可联络之电话号码，比例于参访时段梯次变动时通知。金门全面排雷7年，排雷大队总共清除并销毁各式雷弹共计95806枚。经防部为完整保留早年雷区对外岛防卫之存在价值及彰显国军负责任之态度，特整建排雷大队纪实馆，并于103年3月31日举办开馆启用典礼。排雷纪实馆系金门国家公园与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共同合作完成展示。馆外重建雷区原貌及模拟排雷作业实况。馆内展示以介绍大小金门布雷历史与排雷的过程，并展示排雷器材、地雷及排雷者穿戴的防护衣物等。该展示馆系配合金门县政府观光公车擎天厅游程开放参观，星期2、4上午，星期6全天。报名资讯请下金门县政府观光处082372462。这也是排雷纪念馆的。排雷大队纪实馆。要参照你要放大。这是排雷啊，第四站。它排除地雷的啦。这以前他埋地雷的地方啊，这里很多这也是排雷的，类似排雷的示意图啊。
等一下还会去明德公园，然后最后一个晴天厅，然后就回去。那我们这个地方叫做排雷纪实馆。那为什么有排雷地雷这种东西？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从38年以后，我们就是古林头战役823炮战，所以经历过很多场战争是前线。那我们在金门就是海边会做的很多的防御设施，所以你来到金门会看到海边的轨条寨啊、反攻降堡，然后地雷就是其中的一个。好，那我们就是民国81年就是战地政务解除了以后呢，很多东西就是慢慢的消失，慢慢的不需要它。那我们这么危险的杀伤性的东西，就是要给它清除完毕，才能让你们就是金门哪个地方海边都能去。所以就是清除完毕以后呢，就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当初埋的时候这么辛苦啊，排雷的时候多么辛苦，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地雷。好，那这个板子它就是在告诉你说地雷是怎么形成的，它就是一个战防雷加2-3个人员杀伤雷组成一个雷群，那数个雷群组成一条雷列，那数条雷列就是组成了一个雷带，那数个雷带就是整个地区的地雷雷区。那通常都会有这个地雷雷区的铁片在这里，像是我小时候有看过地雷雷区是在那个慈湖观景台旁边，以前那边是种满了木麻黄的树木，然后所以你就看到里面树叶很多，杂草丛生，然后大人都会跟你讲说那边就是地雷雷区，要很小心，很危险。但是小时候的我看的时候就觉得说，真的吗？爸爸是不是骗我的？然后那个小时候的我一度想要这样子丢看爸妈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觉得说丢下去呢就有一个可怕的感觉，那个感觉上来就想说还是算了，还是不要乱丢，应该是真的。那现在外面这些左边这个挖土地呢，就是挖一些我们人类挖不到的深层地雷，那挖起来以后会放在旁边那个像过筛一样那个东西，挖起来然后把它看里面什么金属物啊、味道弹给它全部过筛出来。好，那它那个人员操作的那个地方呢，它那个附近的钢板是一般钢板的4倍厚，就是万一我们挖起来爆炸的时候，它就是可以保护一下我们工作人员，比较不会有影响。那你看这些几个 model 是在做什么事情？就是在告诉你说他们当初是怎么排除地雷的几个步骤。那他们排除地雷之前，他们要先做一个动作，就是说公告，就是说几点几分明天会在你家附近哪个地方进行排雷，然后就是跟你通知一下，因为万一他们真的出事情的时候，它也是会影响到周遭的那个老百姓民宅，所以还是要通知一下。好，那我们第一个当然就是先用眼睛去看它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地方，再用半灯去拌一拌，看它周遭有没有什么引线。好，然后就用剪刀把那个周遭的杂草剪得跟地面一样的高度以后呢，就用金属探测去探测它正确的位置。找到了以后，我们就当然就是给它进行挖掘，把它挖起来。那找到了以后呢，就是最后就是举手通报，告诉你的长官、你的排长说，我挖到地雷了。那你的长官就会从你后方来看一下你的这一爆过还没有爆过，因为还没有爆过的话，我们会集中在一起引爆。等一下里面有个照片会让你们看。来，我们去天堂有人气的地方。早上我在跟那个早上的游客讲说，我们这种天气一定要有冷气，一定要有不知道啊，刚不是这里。排雷上车的跟他们的队伍排雷任务舍我其谁，除了我还有谁能去做？那它的队徽就是每个都代表不一样的意思，就像是这个语义，纪念世界上因为排雷任务而殉职的排雷手，每个都有不一样的意义。然后看到我们角落这里，这个是
后扁雷区就是在民俗文化村后面那片海域叫做后扁，就是简单告诉你排雷手在上面排雷的情形跟地雷下面的布置的样子。那也就是以前的海边就不是随处你想去就去，如果你看得起来就是荒郊野外，连一个水泥地没有开发过的地方你都不要去，因为不一定，应该说不一定会有，但是还是要小心啦。就是没人去过的地方，你还是不要去，因为我们基本上海边都会有。那这个时光走廊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是写95年呢？就是因为95年的时候，政府公告说杀伤性地雷管制条例，就是说我们金门要明定7年内把这些地雷全部清除完毕，所以从95年的时候开始。那这么危险的任务，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哪个人选？凯瑟要认证一下，就是一定是我们国军弟兄，所以第一人选当然是他。但是我们国军弟兄又不是本身就会排雷，什么都会。那刚开始的时候就不太敢让他们先上，想说如果万一真的像我们出问题，就没办法跟他的父母交代。所以一开始我们是请这种国外的辛巴威人员、专业人员来帮我们进行排雷。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这样子如果编列预算的话，大概要花50-60亿，觉得有点太多，好贵了。所以我们就是后期就是请这些外国的辛巴威人员来教会我们国军弟兄如何自立排雷。那我们后期这7年还是有我们国军100多人，还是也有这些外国人员，他们都一起用，因为毕竟人力不足因为他们都是听了以后说好，我想要去排雷手，我要去训练。不是长官指定你要去你就去，所以人也没有那么多那这7年内，有些人讲说这么危险的任务有没有发生过事情？有过一次啦，那个时候是外国的辛巴威人员，就是2个人就是在地雷区里面进行排雷的时候，就是其中一个人可能就是已经挖好正准备转身起来的时候，可能手比较滑还是怎么样，总之他就是掉了。那掉了以后，你就知道就是像鞭炮一样这样子，嘣嘣嘣嘣嘣，引发整个地雷区地雷全部都引爆了当然里面的人就是过世了只有这一次以外，我们自己的国军弟兄是没有那不然你看有时候看一些影片，那种柬埔寨、非洲你就会看到一些排雷的过程，通常是用一只动物，就是羊或是老鼠给它走进去，有一颗是一颗。那简单看一下我们这7年内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你看一下，简单看一下第7年出了什么事情。然后你看到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名人指诫，就是说后期如果我们老百姓又发现地雷的时候，他就是要出来帮我们进行排雷像是我老爸有说过，他以前就有遇过这样子的而且就是田地旁边就是地雷区，因为以前不一定每个都帮你贴心的给它围起来，让你知道那边是地雷区，总有一个绕高的地方。他就说我们他一下课去种田的时候呢，就是左边这个草地的有一只牛这样走出来，要准备走到我家田的前方的草地的时候，就这样突然引爆。他就说如果没有那只牛走到那里，他从来都不知道那边有地雷区，因为自己家的田地就是这么大，你不可能超出过，因为那些是其他人的所以还好有这只牛来提醒他然后我们再看到那些衣服，这一件第一件是他们的制服，橘色的，因为那个马克森林里，要么就是在海边，你一定要穿个显眼的颜色，你才能这样子知道那边在进行排雷。这个是第1代的防护衣。那真正的里面其实都会放那种抗震钢吧，只是因为放在model身上都给它取掉了那真正的话，这一件应该要在身上应该有18公斤重。你想说，如果它排雷的时候刚好是现在这种天气，你看很热，然后又18公斤，又不太好活动，然后就是一定会不太好操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改进到第4代，你就会看稍微比较减了10公斤，剩下8公斤。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那从这么厚变到这么薄，万一真的是爆炸的时候能保护我们的排雷手，只能说是
保留你的全尸，你还是会死。比如说弄到你的手，你就是断了完整的手，就是你还是会死的，因为你毕竟太近距离了。那你看，从第1代到第4代，一直保留的设计都没有变的地方在哪？在脖子的这里，有没有看到？脖子那边都会有一个挡的地方。因为你双膝跪地，然后你在拆除地雷的时候，万一它真的爆炸，它就这样喷溅上来。喷溅上来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的脖子，然后你就会马上就是喷血，然后就会死。所以比较重要的地方是在保护脖子这个地方。这个是第一个是每位排雷手都有的工具组，那就是金属探测器，探测地下1公尺的金属物。那这个黄色框框就要2个人操作，探测更深的6公尺的金属物。我们来看到这个金门地图的这个地方。那你看我们5颜6色的颜色是通常都分布在金门的海边比较多一点。那这里是不是相对的比较没有？跟这里为什么这2个地方比较没有？就是你看上面全部都是打仗的时候都是他们的袭击范围内。那这里对他当时的武器来说，这里对他来说算是很远，所以我们以前运补都是从这边上来，所以基本上这里不会有太多的防御的地方，很少。因为我们以前的国防部长就说，就是打仗的时候就是要有源源不绝的运补，所以打仗的时候运补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里。那刚刚讲的于大为先生，就是今天30周年纪念，如果你们去823的话，会看到他的那个纪念馆。那你看这样子颜色都分布在这里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我们当初销毁了多少97000多枚的地雷。那有些人就是说，他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就想说，那你们现在的金门100%没有了吗？只能说不能说100%，还是有可能会有一点。某个角落可能闹高，然后你刚好在那里就发现它，所以不能说100%。那你看到这一块全部都是当初从雷区里面挖出来的一些地雷，有些有名字，有些叫不出名字。像这个第一个刚刚提到的人员杀伤雷，它就是土面上就只有这3根。你就是空交以外，莫名其妙有3根的东西规律的插在那里，那它有可能就是人员杀伤雷，然后你踩下去，你的腿就会瞬间的受伤。那你再看到这些，是不是都已经外表生锈很严重？然后有些人就会想说，那生锈很严重，如果万一我们现在又踩到它，它会不会爆？可能会爆，因为如果你刚好那一颗里面还有残留一些什么东西，炸药什么的东西。你就踩到它还是会爆，因为以前我们前几年就有一个先生，就是也是这样子认为，他就是不知道在哪里捡到一颗地雷，然后就想说，我想知道里面长什么样子，然后就拿回去那个机器切割，切割的当下你们也知道就是引爆了然后手跟腿都断掉，连后送到台湾都不用，就直接在金门过世了。所以外表生锈的东西可能都还在，但是战防雷主要是破坏战车的履带，战车很有重量，给它压着下去就会爆炸，就履带就会坏掉，就会没办法再动了。那第一个是因为我们金门海滩过于平坦，然后很多悬峭壁那些水鬼就会趁天色昏暗的时候从那里爬上来，然后我们把这些塑胶雷呀、那种玻璃片给它弄在那里，然后它看不见你的时候就插上去，或是直接摸到这个引爆，它手就会受伤。就是还没上岸，它就先受伤，只能先撤退。那这个是照明雷，照明雷，没关系，我很习惯，因为我走到哪里，小孩子都会在我前面，我习惯了。这个是照明雷，都是在雷区的最前面那里，就是当水鬼跑上来踩到雷区的第一条线呢，就是会踩到它。然后它就是踩下去亮个20几秒的时间，大概半径300公尺的范围内，然后亮了一下的时候，我们海边的哨兵就知道那边有海滩，有人跑上来，就是提醒我们哨兵用的。然后我刚刚不是说有应急引爆的照片是在这里，这个角落的你看下面都是当初挖出来的一些已经生锈很严重，然后我们几十颗一起引爆的照片，你看威力是这么大，你看。都生锈的这么严重，那个现场看你们应该知道那个威力
就是震撼。好，来，我们往外面，对，往前，就是给它挖起来，发现它还没有爆破，然后我们就会集中在一起，然后这样子一起爆掉。但是用炸药啊，用什么？但是用这个炸弹怎么办？我们要吃炸药，主要让引发它里面的东西，它怎么样才会爆？所以移动它的时候不会爆，移动它的时间要很小心，就是有可能随时。因为你既然已经受过训练，你应该知道怎么样才会让它比较不会因为你的轻微一个哈欠有一个怎么样，它就会爆炸，那个是没有的。因为毕竟我们7年内，我们自己的国军弟兄是完全都没有任何事情。那这些是95年到96年的所有排雷人员，他全部都在这里啊。就是到后期只剩下35个人因为他们就是慢慢的缩编，那剩下35人，就是说，万一我们又发现的时候，他就是要帮我们排除地雷他们像这种浅色、黄色、粉红色的那些，就代表他退役，然后深色就代表他现在还在那我们可以这样子，刚刚有拍过照的吧？那我们慢慢的上车，我们去那个明德公园。然后你们明德公园完了以后，还会去那个行天厅。明德公园位处太武山核心，为经防部旧址，旧称为翠谷。吉星文、赵家乡、张杰等3位副司令官于823战役受炮火攻击，同时罹难于此。我们现在来的地方就是明德公园，这里以前叫做翠谷。明德公园旧称翠谷，原建为水上餐厅。823炮战共军第1发落地处，4发炮弹当场炸死张杰、赵家乡、吉文新重伤死于飞机上。本来此发炮弹是要炸死国防部长于大为，但阴错阳差炸死先来的张杰、赵家乡、吉文新，而于大为则头部受伤。823后，因翠谷有粉身碎骨之联想，故改名明德公园。我知道823炮弹第一颗炸弹打过来就是没想过。来了没有？往前面，再往前面。往前，我们往左边一点点，左边一点点，这样子比较能集中。那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明德公园。明德公园在民国47年的8月23号之前，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先看
周遭，你看是不是在太武这个山谷底下，然后又在森林里面，所以这个餐厅的名字叫做翠谷水上餐厅。那为什么现在变成一个露天公园？那当然就是当初有发生过事情才会不见。那在民国47年的8月23号晚上6点半，这个餐厅里面有很多的国军弟兄、美军顾问团跟这3位副司令官都在这个餐厅里面。然后你就想说，为什么那个时间点这么多人？是因为当时的美军顾问团的团长他换了，所以开个餐会，反正就是这边有个餐会，聚集很多人在这里。那个时候还有2位高官也正准备来到这个餐厅，就是我们国防部长于大为先生跟我们胡琏司令。这2位高官也就是开完会议，慢慢的走来的路上呢，他就是我们胡琏就问说，部长你要不要进来参加一下？但是部长就说，那我不要进去，我国防部长走进去，里面人就会比较紧张，还是不要进去好了。那我们胡琏将军就是准备要走下来的时候呢，就跟他跟里面的人说，我们部长不来的那个时候，我们部长就跟他讲说，你等一下，胡琏你等一下。这个等一下其实救了胡琏将军一命，因为他讲完下一码就是几万发的炮弹从我们这个上面这个天空这个部分全部击落在这个范围，太武山这个范围。所以里面的人全部殉职，没有人出来。这两位高官因为人在外面，所以他看得见，所以有时间跑，但是里面房子里面一定会比较慢一拍，所以他们就殉职在这个餐厅里面。那3位副司令官张杰算是当场就过世，然后第2个过世的就是赵家祥。那狄新文将军他有后送到医院，但是听说可能就是治疗没有治疗好，还是不治身亡了，所以呢3位都过世了。那他们一开始是在澎湖军人之墓，那后期听说是狄新文将军有后送移防到那个五指山的公墓，不知道为什么要移过去的，是他的公墓就是移过去。那狄新文将军就是那个卢沟桥77事变开第一枪的抗日名将，狄新文将军应该都认识吧？就是这个抗日名将就是在这场战争殉职。那有些人听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在想说，你看当初就是看上这个山谷底下，然后应该防御性应该好的地方，为什么刚好就是这么刚好人聚集在这里，然后这么刚好就那个炮弹就落在这里，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当时有什么间谍呀，什么那个料不要，反正就是有人通风报信说几点几分会有哪些人会在这个餐厅里面。的确，大家都会这样想，但是从来没有人证实过哪来的物去通风报信。然后想说，他们就会想说，是不是要打我们的高官？然后他说，高官老蒋那个时候并没有在这里，因为他20号就离开这里，所以不太可能是他，那就有可能是我们的国防部长于大为先生，因为他当天早上的飞机来到这里，所以有可能是他。因为以前我们打仗的时候就是先擒将再擒兵嘛，所以我们先把国防部长已经被第一波炮弹那个炸死了，那你下面的那些军人就一弹闪杀，所以甚至这样子的思维，我们就赶快给他反击。所以我们最后是什么样？赢还是输？赢对还好。那我们这个明德公园就是之前就是已经破破烂烂的那个房子，那如果你这样子每天这样子经过，就是触景伤情，所以给它拆掉，就变现了这个露天公园。它那些板子上面会有那个它以前那个翠果水上餐厅以前的样子。现在你们差不多要上车，因为你们还要去那个行餐厅，因为我怕你们会跟别人抢到。那我们现在准备上车，会跟那个同一起上。等一下就舒服的椅子可以坐。
这个从来没有给我们参展的，就是刚刚那个，对，这个后三对。
这就是大武山里面的擎天坑道。现在我们前往擎天厅，这里就是擎天厅。各位贵宾好，欢迎你们来到擎天厅，先找位置坐哦。我是国家公园的解说员毕信成，很高兴为大家做今天的介绍。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太武山的山腹当中。这个大礼堂长有60公尺，宽20公尺，高有11公尺，一共有775个座位。你们知道早期金门经历了很多场的战役吗？从民国38年古宁头大战，隔年大二胆战役，后来43年的九川炮战，还有823炮战。好，那前2场战役呢，共军是有登到岛上，然后国军是有战胜。所以在前2场战胜之后呢，共军就决定要放弃登陆作战，改以炮战的方式来炮击金门，也就是我刚刚说43年的93炮战。那我们呢，也在民国43年开始将这些军事防御设施做地下化，运用的就是金门天然的花岗岩地质。这个地质呢，相当的坚硬，比大理石密度还高3倍。那与其他材质的坑道比较呢，就比土质的坑道或者是水泥质的坑道来得更加具有防御性。因此呢，我们早期有所谓的坑道医院、坑道宾馆，那常听到的就是宅山坑道嘛，它就是一个地下的运补码头，船只可以直接进到坑道中卸载军备物资。那在卸载的过程呢，就可以避免炮击。毕竟金门是一座小岛，所有的这些军备设施啊，或者是物资都要仰赖从台湾运到金门，所以运补啊顺利，可以说是战争胜利的一个关键。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擎天厅呢，就是开凿在花岗岩盘之下的大礼堂，是在民国51年奉先总统蒋公的指示，由陆军第69师袁子俊将军他率领了1000多位官兵弟兄，他们分3班，日以继夜连续的赶工。当时候只有简单的土工器具，一开始就是先在岩石上用电钻钻出一个一个的小圆孔。我们上方看到的这些小圆孔，就是以电钻钻出来，塞入炸药之后引爆，再以人力像圆锹、十字镐，一点一滴的开凿，再以脸盆、钢盔将这些碎石搬运出去。那时候是请到成功大学那个工学院的院长罗云平先生来做指导。这是一个由后往前、由上往下开凿的礼堂。整个厅内呢，没有任何一根梁柱，仅用短短9个月的时间就完工了。那隔年52年，蒋总统再次来金门视察，感佩这个工程浩大，亲自题名为擎天厅。擎天有以手举天、以手托天之意，也借此呢勉励这些官兵以及在地的居民人定胜天的哲理。那在战争时期呢，擎天厅是金门最高的军事指挥中心，也是病患的收容所。
在战争比较平缓，则改为官兵弟兄休闲娱乐，像绕军表演啊，邓丽君小姐跟凤飞飞小姐都有在此演唱过。接下来让我们观赏这一部介绍金门以及晴天町的影片，感受当时在此看电影的过程。金门因战略地位的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政府转进台湾后，金门为台湾武宁头战役确立了海峡的分治现实，更彰显金门的战略。823炮战后，太武山以花岗岩和花岗片瓦流为主的坚硬地质，正是俄国军将战力藏于地里。为了防御需求，民国43年至54年间，历任金防部司令官在金门岛上完成无数四通八达的战岛。这些战备坑道都让金门有了地上公园、地下堡垒的美誉。最长的中央坑道贯穿太武山南北两侧，宽度足供大型车辆通行。目前仅开放参观通往晴天町的晴天坑道。金防部是戍守金门前线的主力部队，自民国45年起实施战力政务，以建设地方、培养人力、支援军事为行政中心，协助金门地区发展各项基础建设，为地方政务建立良好规范。为防御中共的炮击，金防部例行保存战力于地下，发扬火力于地上，并开凿晴天町与其他坑道相连。战时作为指挥图书、伤患的收容所，后来转为官兵集会及休闲娱乐的场所。晴天厅位于太武山地下花岗石岩洞，为金防部指挥核心。袁子俊师长率官兵1000余人，采3班制，不分昼夜赶工，以炸药、简单机械、土工器具及双手开凿，全厅雄伟壮观，不见一根梁柱。先总统蒋公亲自题字，命名为晴天厅。晴天就是托天或举天的意思，
建议勉励全岛居民原地收捐。岩壁外围以白色的花格砖筑墙垣，避免追石伤人，却也吸纳了洞中的回忆。后方的旗帜和队徽是精美荣耀的象征，中间是英防部的队徽，而下方的旗帜是曾经在英文驻守的40个师仪部队的旗帜。天津的旗帜不仅是我国中表现日本战略文化的重要事之一，也是举行纪念活动、实施全民国防教育的最佳场所。解除戒严后，回归宪政体制，台海两岸局势趋于缓和，军民共同建设联邦。远近驰名的金门高粱酒，不仅是地方的主要税收来源，纪念馆、战史馆与四通八达的道路，为观光带来便利，并逐渐成为小三通的枢纽。金门是一座充满闽南、侨乡以及战地文化风情的博物馆。开放观光后，大量的人潮涌入金门，碉堡、防空洞、坑道、断垣残地与精神标语，则见证存在过的每场战役。为抵挡强劲风沙，民国38年开始，胡琏将军野军机装载树苗，大量栽植行道树，并由接任司令官陆续完成。金门历经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挑战，长年以来扮演着屏障台海安全的重要前哨，这也是金门人引以为傲的重要使命。近年来，国军积极推动募兵政策，金门的志愿士兵自转服生效人员，薪俸可高于一般同年龄层之薪资。金防部是一支具有坚强战力及优良传统的部队，每年举办暑期战斗营或纪念活动，协助落实全民国防教育。当我们回顾过往荣光，致力创新与前瞻未来的同时，国军要继续和金门一同前进。让这块土地变得更美好，创造与累积更多关于金门的宝贵遗产。
旌旗摇，军鼓响，龙腾虎跃，军威壮，冲城进士红旗扬。有没有第一次来金门玩的贵宾？第一次到晴天厅来，那来到晴天厅，当然要把晴天厅带回家。待会你们可以坐在第一排的位置，由前往后拍照，那这样就可以把整个礼堂还有上方的岩壁都拍进照片当中。那早期呢，第一排就是高官所坐的位置，对，待会可以把握机会多多拍几张照片。那团体照呢，还可以站在前方的位置，你可以站着拍，或者是手举着晴天厅，都可以将晴天厅的字样拍进照片当中。那来到晴天厅，还要看这些上方的隐藏壁画，我们往后上方来看。好，这个岩石啊，这种色泽的变化，是因为在岩层里面有矿物质，那坑道里面潮湿，因此产生了色泽的变化。这是一只回头虎，虎头在这边，前脚、后脚、尾巴。那这个轮廓呢，也看起来像是左右上下翻转的金门地图。金门地图是长得跟一只蝴蝶的样子很像。那这边为什么会缺一块呢？因为在岩石里面呢，水分不一样，就每一天含水量不同。如果比较干的话，这边就会比较偏白了。那如果湿度比较高，则会整个轮廓是很完整的。那还有其他的，像这边有看到呢，这边有一只小猪，后脚、前脚、鼻子在这个位置，有看出来吗？这边有一只白龙，龙的头在这个位置，龙的鼻子，它的脚，然后龙的身体。好，对过来，这边也有一个龙头哦，是正面龙须，然后嘴巴在这个位置，要发挥一点点想象力哦。好，那对过来，晴天厅3个字，天的最后一撇，这里有圣母抱子的意象，圣母的脸，头发，胸口的孩子，有看出来吗？在这个位置。那对过来呢，这边有耶稣的侧脸。头发、眼睛、脸庞，所以这里的话是达摩祖师，眼睛、鼻子、头发这个位置。好，最后一个对到对面来。好，那这个是关公骑马，整个轮廓是这个样子。好，这是关公的脸，眼睛、鼻子、胡子、发饰，那马的轮廓在这边。看到他的脸吗？眼睛、鼻子、胡子。那前方还有一个告示牌，如果你们要找其他的意象，待会可以参考前方。好，那最后有3件事情提醒各位贵宾。第一件事情最重要，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军事管制区，所以可以拍照的地方只有这个晴天厅内部，还有一进来的晴天坑口。等一下出去呢，就原路出去，左右2侧坑道不能进入，也不可以拍照。第2件事情，前方有晴天厅限定的纪念印章，可以来使用，纸张要自己准备。第3件事情，你们的随身物品要记得携带。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祝福你们有一个愉快的金门之旅，谢谢大家。观光公车的贵宾可以帮我举个手吗？你们搭公车过来有一个绿色牌子的哈。那待会呢，因为司机不会下来点名，所以我们一定要在35分的时候上车。那你们可以把握时间拍照，以及使用外面坑口外面的洗手间。等一下，我35分的时候会到厕所去询问还有没有贵宾在使用厕所。如果有的话，一定要给我回应哦，我才可以通知司机。
就是这间饭团店是我们平常的创开的，然后去找他那个公司那里的也是我们家的肉，然后就国内你都是谁？等下我说那个，还有呀，对那个酒庄山东，超正假，再做一次，再做一次，改下又一份一样。是吗？可以买底板，对啊，有吗？没有说，学校这个你又不是都是学生自己学的？刚刚那个导游抽起来，没有，这不是儿子小孩，上工作就是在等下。对呀，牛，多。哇，有蛋蛋啦！我一样吗？大家看那个。这不是哦，他自己电动的未来嘛，太甜吧，我们没打针。你是红海做的，对，我觉得非常有问题。来这里呢。